好，不愧是我萧家人，下周武道巅峰，真是实至名归。哈哈。好，赚了，这次赚翻了！哈哈哈！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，下周智提凌云的称号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都说这燕州苏家的苏晴可是当今世上的第一美女，谁要是能娶了她，也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运气。做什么白日梦呢？这样的女子要是能够一睹芳容，这辈子也算是没白活呀。各位来宾，小女抒情已年满18，容貌倾城，被誉为下周的绝美无双。若想见小女真容，还请各位拿出自己的实力。吃点什么？哥，老规矩，今天心情好，多给你加个鸡蛋。是时候了。三星汇聚，武器朝元，七煞散尽，九九归一。看来是时候。哎，你的煎饼，这年头一个瞎子跟那犟，有意思。拜见玄机老人。真人，三星汇聚的预言真的出现了。如此看来，我们三家的后人真的活不到18岁了吗？真人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帮帮我们。可惜老婆的真缘已散，恐怕帮不上你们了。不过，只要能延续我们后代的寿命，不管什么条件，我们都愿意啊！不然，师傅，过来。这3位老人家中各有一个孙女，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，他们活不过18岁。不过，你生来就是天命军使，如果你愿意用你的一双眼睛作为代价，就可破解他们3家的寿煞，你愿意吗？师父授业之恩，巍巍如山，就任一命，公诸于一双啄木，罗刹愿意。多谢军师。10年后，我萧家之女萧月愿嫁与军师。10年后，我方家之女方林愿嫁与军师。10年后，我苏家之女苏晴愿嫁与军师。徒儿，随我念：雷霆震天，雷霆震天，九曲连环，九曲连环，三劫速退，三劫速退，心眼无量，心眼无量，心眼无量，亮。啊，师傅，我看不清了。徒儿，不要慌，虽然你双目已失，为师即将为你打开心眼，你可借此参无上仙道，入荒极之境。多谢玄机老人，多谢小军师。都起来吧。谁呀？欠警院房租了，开门！你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！你欠我多长时间房租了？你今天再不交房租，就带着你这些破烂一块给我滚！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你就再宽限我2天，到时候我直接给这栋楼买下来不就得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吹牛逼呢？啊，给整栋楼买下来，你怎么不说你给整个下周买下来呢？瞧给你能的吧！我堂堂天命王军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不用担心。你个老臭瞎子，现在精神也出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别扯没有用的，现在立马就滚！你就再宽限我2日，滚蛋！1日。喂，我说不是白是谁？不跟你俩废话，来人！别介，大哥，你俩听好，现在把他和他这些垃圾一块给我扔到垃圾桶，别再整我了！快，上人，赶紧，快抓紧！罗战是我方林的未婚夫，
夫，我看谁敢动他一下。切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在我这耀武扬威，好威风啊！对你的态度，这位可是夏州方氏集团副总裁方林小姐。方小姐，那个怠慢了，我这不知道您来啊，不好意思，方小姐，是这样，我在这儿呢教训这个穷光蛋，这太脏了，方小姐，咱们换个地方再聊。哎，他是我方林的未婚夫，你说谁是穷光蛋？哎呀，这不误会了吗？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但有一说一，方小姐，你这个夫婿他确实在我这住了很久，然后他这个说吧，买下你这栋楼需要多少钱？3000万够不够？啊，方小姐，5000万不？方林不是方小姐，8000万，钥匙给我来，方小姐收好。不用了，明天叫人来把这儿改成垃圾站。明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跟我回家。哎呀！哎呦！我的未婚妻啊，你这么一闹，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都已经入这套方家了，还这么不安生？我就是最近太闲了嘛，就想找点事儿做。我重金聘请了夏州所有名医，明天他们就来治好你的眼睛。我都已经习惯了，你这干嘛呀？什么习惯了？我想让你看看你的妻子有多美。好，那我就乖乖听话，把眼睛治好。这栋豪宅今后已经归到你的名下了。凭借这张卡，可以在夏州所有星级酒店、饭店、娱乐场所畅通无阻。倒是想挺周到。好了，我累了，我要洗个澡，然后在你这儿好好睡一觉。愣着干嘛？去给我拿浴袍。啊，好。王林，王林，原来是长毛。明日起该动身了，萧家、方家、苏家，我倒要看看当年的婚约在他们3大家族眼中还算不算数。你有新的订单。美女，是不是您叫代驾呀？没错，我赶时间，带我去夏州五宴厅。哎，你是个盲人啊？盲人怎么敢做代驾的？真是浪费时间，我还得重新叫一个。哎，别这样，美女，我虽然是个盲人不假，但是我的技术你尽管可以放心。不信的话，你看看我评价。什么？夏州铂金代驾，好评率100%，准时率100%，还零投诉。后边还有呢。夏州春名山车神，正是在下，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吧？尽快去五宴厅，我赶时间。好，这样。美女，那你坐好，咱们准备出发了哈。大小姐，你可来了！今天的第五招亲呢，就等你了。这可是咱们萧家的头等大事，你可得上个心呐。萧家大小姐萧月，我的未婚妻终于碰面了。这可是咱们萧家的头等大事，你可得上个心呐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帮我把代驾费付了。哎，费用就免了，毕竟咱们是一家。萧大小姐，别来无恙，你是夏州快刀？
江启明江公子，怎么这次比武招亲，你们江家也来了？这可是蓬荜生辉呀！萧小姐，上次一别，你可真是令江某我牵肠挂肚啊！听闻今日比武招亲，我特意放下我江家一大摊子事情赶来，不如，我看着今日的比武招亲取消了得了吧？我是这附近帝华大酒店的 VIP， 不如去我房间一叙，切磋一下武艺如何？江少，这里可是萧家，请你自重。下周快刀，一副亚健康的样子，什么狗东西也配在这里说话？我看你是不想在下周混了。哎呦，我当时什么呢？你个垃圾，原来是个瞎子呀！啊，一个瞎子给他们配错代驾。肖小姐，我劝你呀，赶紧找人好好洗洗你的车，这种狗东西啊，只会脏你的车罢了。你们两个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这家伙给我赶出去！住手！江少，今日是比武招亲，可不是来让你逞口舌之快的。想娶我萧月，没点真本事，那就是痴人说梦。那是自然，今日我江启明既然敢来，那必是势在必得。不过呀，这比武招亲，刀剑无眼，唯恐伤了萧小姐。我特意带来我江家的金丝软甲，作为江小姐的见面礼。金丝软甲，这是纯金锻造，价值连城啊！以后萧小姐嫁到我江家，我想这聘礼呀，必定胜过这金丝软甲1000倍、万倍。你这金丝软甲怎么有点臭啊！你一个臭瞎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卑贱的下等人，一辈子都看不到这种高端的东西。名贵稀世，你确定？其实我也是来参加比武招亲的，既然都流行送礼的话，那我就把我这把刮胡刀送给萧小姐吧。七星刀，七星刀，当年武神啊，凭此刀拿下江州12城，他一个代驾，怎会有如此宝贝？你们可别被这个家伙骗了，这七星刀啊，失传已久，有幸见过的人呐，更是少之又少。他一个瞎子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宝贝？江公子说的对了，这臭代驾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德行，怎配拥有这七星刀这样的宝贝？我劝你还是快点走吧，这江家在下州多少有些势力，不是你能得罪起的。既然你们都不信，那你敢不敢让你这金丝猴甲看看能不能承受住我这一刀啊？什么金丝猴甲？老子这他妈是金丝软甲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个吃不起饭的贱货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双手？那你是不敢了？罢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让你个臭鱼烂虾见识一下我这个金丝软甲的厉害。不过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这个假货切不破我的金丝软甲，你就跪下，把我的血舔干净。行，那如果你这金丝猴甲是假的，那你就给萧小姐磕头道歉。好，不知死活的家伙，这回啊有好戏看了。怎么怕了？我告诉你，晚了！现在立刻给本少爷跪下，把我的血舔干净！舔干净啊！你误会了，一来呢，我是怕你这假货容易脏了我这宝刀；二来呢，既是假货，无需刀锋，只需刀鞘即可。我抢！废物，带东西给我滚！那个比武招亲马上开始了啊！我不跟你这类货财计较啊，小子，最好别让我看着你，听见没有？你走！你去通知我爹，我马上入场。好，那我就替小姐把这刀收下了。
听说你也是来参加比武招亲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10年前，夏州3大家族族长为了破除寿煞，去玄机门拜会玄机老人，请求破煞。这事儿，小姐可否还记得呀？爷爷在世时确实跟我讲过。而我就是那日破煞之人，你就是我未婚妻。什么？我？什么？我？你的未婚妻？此番下山，我就是要逐一拜会你们夏州的3大家族。既然你们萧家已经公然召开了比武招亲，那意思就是要悔婚。怎么，萧小姐，这是在质疑我的身份？不，你别误会，我并无此意。只是此次比武招亲是家父决定的，我身为3大家族之女，并没有权利拒绝。无妨，既然是比武招亲，那我只需赢下比武即可。不可，此次比武招亲，高手如云，你一个代驾岂不是自不量力吗？何况我也不会在擂台上对你手下留情。既然是我认定的事情，那一定不会动摇。萧小姐，你萧家的比武招亲，我去定。看来我是很难说服。这个是此次比武招亲的流金函，如果有人为难你的话，你便出示此函。萧小姐，那我们会吵架？你好自为之吧。你与我萧烈有恩，但我也只能帮你到此。武皇，拜见武神大人。你们2个不好好在武神台执教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大人，想必您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吧？今日是武神台的云起大会，依照惯例，允许对武神台所有弟子进行训诫。我这记性把这忘得一干二净的。可是萧家的比武招亲更为重要啊，把那什么云起大会推至3月之后。是。还有，你们2人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便在下周待些时日，也方便以后我随时调遣你们。谨遵武神令。对了，武神大人，刚刚听闻有一个姓姜的蝼蚁对您出言不逊，是否需要我们出手解决？既知是蝼蚁，又岂非你等出手？也不怕沾染了浊气。恕属下多嘴。你们3个谁是代驾呀？对家。是3个人的，是1个人的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下班了。那个，这是我名片，您再需要随时叫我啊。这年头，盲人也代驾呀。欢迎诸位远道而来参加萧家的比武招亲。不是，你们萧家在这里放个铜镜拦住去路，什么意思啊？诸位莫急，听我解释。此为剑魔镜，它能见得出这世间人的心魔，以此作为本次比武招亲的门槛。什么？居然是8荒神器之一的剑魔镜！没想到萧家竟有如此神器。萧家将剑魔镜挡在此处，究竟是何意？降魔者先降自心，心服则群魔退庭。看来这萧家是想给大家出个难题啊！若是心中无魔，则可顺利通过；若是心中有魔，则需战胜心魔，方有资格参加本次比武。我先来。没想到此次比武招亲，武功深不可测的神罗战僧竟然也来了。心中无魔，有请。我来。北海大侠，万里无一的武学天才，实力登峰至极呀！我来。哟，怎么是个瞎子呀？真是不自量力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我要提示你，如果被心魔反噬，后果自负。自然。来呀，来呀！瞧他这精壮结实的肉体，一个瞎子竟能凭借一指晋升武神之位，这背后一定经历了不少年呢。武神又如何？还不是这般容易就落入了这虚无之境，来陪我们姐妹3人了吗？瞧他这一脸正气的样子，
真是叫人欲仙欲死啊！两位姐姐就别跟我抢了，让我先尝一尝这武神究竟是何滋味呀！没想到我罗战的心魔竟有3只，还幻化成了3大家族之女的模样。3大家族之女，哪有我们姐妹这般妩媚？就是你这个蠢物，当年竟自废双目，去救那3个毫不相干的女人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们怕是早就把你给忘了。虽然没了眼睛，可他还有敏锐的耳朵、高挺的鼻子、柔软的嘴巴，每一样我都好喜欢啊！够了，没工夫听你们说废话。你们是我的心魔，自当臣服于我，否则的话，留你们无益。好大的口气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对我们指手画脚？9天9气100万天兵，吞星10月3界至尊。好强大的气息，我竟无法抵抗，好痛啊！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我奉劝你们，如果不想自讨苦吃，就乖乖臣服于我，助我提升修为，精进功力。否则的话，我绝不手下留情。笑话！你以为就凭借一招镇魂符，就想让我们对你俯首帖耳？别做梦！你这小坏蛋，这里可是虚无之境，真动起手来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不然啊，你还是臣服于我们吧，我们呀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你们3心魔平时以我心中怒念、邪念、欲念为食，若你们不愿臣服于我，那我便化了心中一切杂念，从此断你们食粮，让你们永受饥寒之苦。机会已经给你们了，至于怎么选，你们自己掂量。请武神大人宽恕，刚刚多有冒犯，从此往后不敢造次，求武神大人恕罪。我们心魔生于幽暗，本就可怜，还请大人千万不要断我等之时啊！你还不死？武神大人，他就这样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好，我错了。罢了，你们3心魔日后务必臣服于我，助我修炼，提升修为，替我分忧。是。我看他是废了，这镜中3只心魔，这瞎子不死也惨，这叫做不自量力。我看啊，他应该也是被心魔所致。来人，带走。慢着，区区3只心魔，我又岂会放在眼里？他竟然能在3只心魔手中偏无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魔印，他竟然能让他的心魔臣服于他，还是3只。现在我有资格参加你们萧家比武招亲了吗？你以为你过了剑魔境的这一关就能参加比武招亲，当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的迎娶我们萧家小姐？一个瞎子，还是一个臭代驾，痴心妄想。你们萧家的下人还真是没规矩啊，就这么跟贵宾说话。贵宾还真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哈！你贵在哪儿啊？是贵在一双瞎眼，还是你这个臭代驾的身份呢？我贵在哪儿？岂是你这种人能够问津的？大胆！狗东西，我看你是活够了。我们萧家可是下州3代顶流世家，你什么身份，敢得罪我们？我可是你们萧小姐亲自邀请我过来，你在这里横加阻拦，就不怕萧家把你扫地出门？萧小姐，你什么身份？我们萧家大小姐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你看看今天在现场的各位，哪个不是武界的名流啊？哦，我忘了，他是个瞎子。哈哈哈哈。我现在再问你一遍，我有没有资格参会？这刘金寒，我虽然看不到，但我能够想象得到，你此时此刻的表情应该是多么的有趣。是我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，您请进。闪开！没想到这个废物还真能进来啊！去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是。
小气。色胆包天，找死！公子救我！那个，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打得好，来人，赶出去！肃静！欢迎诸位英雄参加我们萧家的比武招亲。今日且看哪位英雄能够技压群雄，并能赢过小女萧月，那就能成为我们萧家的女婿。今天还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那就是武皇、武池两位大人恰好就在下周。我已经向两位大人发出邀请，他们已经答应出席比武招亲，并为我们萧家造势。哈哈哈哈！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武皇和武师，武神台上的二位，我一直以为只是传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没想到今天还有如此殊荣，能见到武皇和武师的风采。恭贺萧门主，萧家必然会借此事一跃成为三大世家之首。如今这比武招亲升到如此规格，我想萧门主更应该整肃一下会场，将一些蛇虫鼠蚁驱逐出去，免得给萧家惹来祸端。江公子，你所说的蛇虫鼠蚁，似乎是特有所指啊。不错，今日这比武招亲混进来一个又瞎又脏的代驾，这种人的身份简直是玷污此等社会。如今这武师、武皇二位大人即将莅临，更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！这安保部怎么办事的？怎么随随便便就把这个下等代驾给放下来？来人，立刻把这个家伙轰出去！爸，他可是刚给我们萧家送了一份厚礼，你这么做不合适吧？确如小姐所言，那代驾呀送的七星刀，请门主过目。这的确是真的七星刀，不过我怎么知道这把刀是不是他偷来的？萧门主说的不错，这个废物还是个双目失明的瞎子，还妄图通过比武招亲迎娶萧小姐，简直是可笑至极！哎，我证明，当年可是你们萧家萧门主萧长风求于我，并非是我死皮赖脸来求你们萧家的。放肆！家父萧长风先日许久，岂有这个小辈儿口无遮拦？萧门主，你是否还记得，当年你们夏州三大家族遭兽煞袭扰，你们夏州三大家族之女活不过18岁，当年又是谁毁除双目来了解此煞？萧门主，你还记得吗？10年前，玄机门是你。不错，10年前，三大家族门主登玄机门拜会我师父玄机老人，请求他老人家为你们三大家族破煞。当时我又借我玄机军师一双天眼，才了结此煞。三大家族老门主为了报恩于我，纷纷与我定下婚约，而如今你们萧家非但不认可此约，还举行着比武招亲。请问萧门主可有半分羞愧啊？罢了，看在你当年对我们萧家有恩，老夫就不为难你。你速速离开，想参加比武招亲，绝无可能。姓罗的，我劝你别不识抬举，什么修仙破煞，依我看，简直是妖言惑众，危言耸听嘛！你别不知好歹。你身为玄机门的门下，如今却混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代驾，可见你这么多年来是何等的浑浑噩噩、荒唐度日的！你根本就没有资格高攀我们夏州的萧家。若我没有资格，那么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没有资格。罗战，我念你双目已瞎，我不想和你过多纠缠。如果你再口无遮拦，
那休怪我翻脸无情。那我请问萧门主，你自己定下这比武招亲的规矩，可还作数？当然。好，今日这比武招亲，我以七星宝刀相赠，竟无资格参武。我既通过了剑魔镜的测试，却也无资格参武。而手持你们萧家刘金寒，却还无资格参武。你们萧家既然没有规矩，那我便给你们萧家立规矩。你好大的口气呀！哎，萧门主无需动怒，既然这眼盲的家伙一心求死，我们便成全了他。不错，这种人啊，活着浪费空气，死了还臭片地，简直啊，连垃圾都不如。罗战，你别逞能，凭你的实力，根本不是他们对手。你们听，我未婚妻替我说话，我若是一走了之的话，岂不是辜负了我未婚妻一片痴心啊？萧门主，下周百鹤门李天南，下周千里集团铁拳蒋千玺，下周赤地千里夏火火，性命击杀狂妄之徒。好，罗战，你若此刻跪下给老夫认错，我或许可以放你一马。父亲，不可，他罗战毕竟对我们萧家有恩，这次就饶了他吧。我罗战人就站在这里，你们哪个不服的情况可以来试试嘛？你好大的口气！你随便挑一把武器，掩得住3个欺负？哎，他一个瞎子，用什么兵器？我看呐，他就是想让我让他一只手。小子，我甚至可以让你2只手。这样的残废，我先来。就算我夏火火蒙上双眼，也能将他轻松击杀。你们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一起上，这样比较节约时间。混蛋，竟敢蔑视我们！蔑视？凡人皆可蔑视地上的蝼蚁，哪有9天之上的神明蔑视地上蝼蚁的道理？蔑视你们还不够格。不知死活，且看你今天能否走出这里。你们3个人啊，2个银封镜，1个金封镜，到现在了才有如此剑术，真是有辱师门。大言不惭！是不是大言不惭？你们一试便知。想必各位还没见过荒极之境吧？今日且让你们开开眼。什么？荒极境？这荒极境？他说的是武道10境中的最后一境。哈哈哈哈哈！荒极境，说这种鬼话，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没错，就算武皇和武痴也难以到达荒极之境。你一个瞎子，为何在此口出狂言？他既然一心求死，他废什么话？一起上！今日你们是生是死，且看你们是强是弱。出来！小泪泪。武神台掌旗使驾临，快快有请！不愧是武神台，只是掌旗使，竟能有如此强大的内力，连萧家主的如此恭敬，此人身份注定不凡呀！萧家门主萧猛代萧家上下拜见掌旗使大人。萧门主无地不礼呀！对，敢问武皇、武痴2位大人何时驾临呐？武皇、武痴2位大人有些琐事正在处理，稍后便到。此番我前来呢，就是先替2位大人打个前站。哎呀，今日武神台能够莅临我们萧家比武招亲，实乃上天之幸啊！恐有照顾不周之处，还请大人您多多担待。此话不假呀，武皇、武痴2位大人亲临，实乃武林之幸，下周之幸，更是你萧家之幸啊！2位大人特意叮嘱，今天会有一位极其特殊的贵客在场，万万不可怠慢呐！贵客啊，那一定就是夏州的江家了。当年江家门主曾在武神台拜师学艺，学成出山，曾在夏州创立快刀门，那可谓是名震夏州啊！不错，
家父从兄确实是在武神台学艺，长吉使大人口中所说的贵客，非我江家莫属。就凭你们江家的本事，只怕还担不起这个贵字。我担不起？难道你一个眼瞎的废物担得起吗？没错，这贵客正是我。武池、武皇、武界两个巅峰的顶级人物，会拿你一个眼瞎的废物当贵客？疯了，他简直就是个疯子！娄湛，你别胡说，你知道你刚刚的话会带上什么罪名吗？萧小姐，我劝你，今日之事你就别再替这个废物求情了，否则当心连累萧家。哼，你又是什么东西，胆敢在我面前造次？长吉使大人，就是这个废物，今日不顾比武招亲如此盛会，不顾下州各界名流，更不顾武神台的威严，无事生非，猖狂至极，无知鼠辈，胆大妄为！难道你没听说过武神台的威名吗？你既笑妙言武神台，没听说过我罗战的威名吗？笑话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个阿猫阿狗一般的贱名，也配被我知道？而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是一个小小的长吉使吗？就是因为你不思进取，格局幼低，只配在这群蝼蚁面前做威名。罗战，我看你真是活够了！你知不知道你面前站的是什么人物？区一个长吉使，换做平时连跟我对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今日乃黄道吉日，武皇、武赤二位大人特意叮嘱我，切勿杀生见血。小子，今天算你走运，马上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。刚刚你说过的话，我可以当作没听见。我这一跪，你担得起。今日放眼全场，谁敢不敬武神台？谁敢不跪我长吉使？坏了，今天那个混账将我萧家比武招亲搅乱到如此地步，甚至触怒武神台，看来萧家气运将尽了。我再告诉你，即便是那权定天下的王，亦或者是那气震山河的武痴，见到我罗战都要下跪。现在你觉得还能受得住我这一跪？你们看看长吉大人的手，这都是武神台的实力吗？身上线索飙升，这晚可是恐怖战机械师，只要抓住契机，他就会把别人打成散沙一般。长吉使大人，切勿动怒。既然今日之事是因为我萧家比武大会引起的，还请给在下一个机会，我愿意亲手将此事解决，日后再上武神台亲自为您赔罪。来人，请无尘剑。什么？无尘剑？天下第一剑？罗战，你快走，别再趟这浑水了。这无尘剑一旦出鞘，必饮鲜血，你会没命的。住口！等此事了结，我再收拾你。奇怪，这神剑的低鸣，唯有修炼我武神台的止水诀才能不受影响。这瞎子为何会无恙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在场的诸位英雄，谁愿意替我萧家持此剑斩了这个狂徒？我萧猛愿意将小女萧月嫁与此人。萧盟主，下周江家快刀，将起明月。好，哈哈哈哈！江少，接剑。姓罗的，我江启明不杀手无寸铁之辈。识相，你随便挑一件兵器，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。好啊，让我挑一件武器，那我可挑了。你随便挑。江门主，可否将无尘剑鞘借我一用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狂妄！我本以为你会要回你的七星刀，兴许还能保命，没想到是这般送死。既然你将是一具尸体，我便满足你最后的愿望。罗战，受死！罗战，受死！君子藏其于身，
待时而动。若战，我怎么要你命？以盾示人，以风测气。藏锋为中武。若战，把剑还我！出鞘，震山河。死在我手里，你还没有资格。这一剑近100年的功力，试问还有谁能经受得住？这是我武神台的功夫。什么？武神台的武功？难道他真的是武神台的人？这怎么可能？武神台怎么会可能收一个瞎子？巧合，绝对是巧合。他使诈暗算了江少，不然凭他一个瞎子，怎么可能是江少的对手？都给我安静！大胆宵小，竟敢偷学我武神台的武功！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小子敢如此的有恃无恐，原来是偷学了武神台的武功。长吉士大人，这废物若是偷了武神台的武功，看来只有您出手了。请长吉士大人避席，以正国法。请长吉士大人避席以正国法。请长吉士大人避席以正国法。请长吉士大人避席以正国法。看来真留你不得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玩？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嚣张？嚣张？男儿不斩风云志，空负天生8尺躯。武神台的戒律真言你都忘了？连武神台的戒律真言你都知道，看来是在武神台偷学已久了。你既认定我在武神台偷学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能从我手里过几招。今天就让你死在武神台的神功七杀诀下，你也算不枉此生了。七杀诀，武神台的下等功法，从棋盘中的7种杀招领悟出来的武功，虽刁钻狠辣，却也漏洞百出。你这个长棋士，不称职啊！废话少说，记住：一杀8脚马杀，同类炮杀，闷弓杀，太慢了，你继续。铁门栓杀，平顶贯杀，三子归兵，第7杀困力，7招已过，该我了。这绝对不可能！白云掌！大人，长吉士大人，我就使了一手力，死不了。居然连长骑士大人都败下阵来了，这小子当真有点本事。还有谁不服，尽管可以站出来。若是没有的话，那今日这比武招亲，可就是我罗战拔得头筹喽！你休得狂妄！若等武皇、武痴2位大人来了，你必死无葬身之地。好啊，我已经等候他们多时了。够了！得罪了武神台，便有如把天捅了个窟窿，对武神台不敬，重伤长吉使你的罪名，所以让我们萧家在整个夏州除名。你若再不走，休怪我不客气。竟也如此。当年若不是我帮你们夏州3大家族破煞，你萧月又怎会有今日？我上岸第1剑，
先斩意中人。罗刹，你快走！刚刚侥幸赢了长吉时，已是万幸。若是五皇五痴来了，你便是插翅难逃。你放心，他们俩来了，自会证我身份。以我的身份，你若嫁给我，我只会让你们萧家立于夏州顶峰之上。武神台兴建100年，这100年之间还从无一人敢如此藐视武神台。你可知今日所为，一只脚已经踏入万劫不复。你呀，一阵下来你都未能辨别我的身份，我看你这长吉使还是别当了。身份？一个瞎了眼的底层人，偷学武神台的武功，趁我今日状态不佳，侥幸得胜，这笔账可没那么容易翻得过去。即日起，武神台自五皇五痴及4大护法之下，废除掌琴使、节度使、锦衣使、司礼使、监察使、典狱使，所有门使重修武规，磨练武艺，未得神令，不得出山。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？可你真是疯了！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五皇五痴之上的武神大人不成？本以为五皇五痴已经是5界至尊，没想到在他们2人之上，竟然真的有武神存在。天哪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实力？怕是真能把这天捅个窟窿来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当今9天至尊8荒域主，武神台武神就是我罗战。什么？9天至尊8荒域主，武神台那位大人，武神本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竟然是武神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夏州小小萧家的比武刀亲，竟真能惊动武神大人！大家别被他骗了。神大人曾破玄天封印，入荒极之境，曾于海州手撕108天罡地神，又于鬼杀岛击败幽云12王。此番种种，岂是一个瞎子能做到？没错，武神大人一直是传说中的存在，他在这冒用武神大人的名号，简直罪无可恕。我是不是武神？等五皇五痴2人来了，便可证明。你如此卑贱粗鄙的东西，也配见武痴五皇2位大人？哼！若是武神台的诛心令，不错，传闻如果孺子被许日诛仙令之咒，武神台的4大护法会穷其一生将其追杀，至死方休。这诛仙令太过歹毒，我早已将废除。没想到你竟还敢用它！你还真把自己当武神了！哈哈哈哈！我还是劝你好好想想你的遗言吧。罗真，你快走，逃到天涯海角，一定有4大护法找不到的地方。武神台4大护法，据说他们4人的实力仅在五皇五痴2人之下，我倒想看看此4人的实力是不是真的言过其实。武神台4大护法到！武神台掌旗使拜见4大护法。你就是罗战？根本不完，天资卓越，筋如盘龙，气若天海，星目剑眉，面如冠玉，帅，有眼光。如此旷世奇才，根骨罕见。若是杀了，倒是有点可惜了。不如你拜在我们4个护法的门下。若是如此，之前的诛仙令就此作废，我们便承诺饶你一命。大人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放肆！这岂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若能拜倒在4大护法的门下，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是，没想到这个瞎子还有如此的福报。是啊，罗战，你还愣着些什么？如此机会，你千万别犯糊涂。未婚妻啊，未婚妻，我看你才是真的糊涂了。他们4人想要拜我为师，我还要考虑考虑；想让我拜他们为师，痴人说梦。不识好歹，自寻死路，不知死活。坏男人！
兄妹四人念你是百年难遇的奇才，便赏你一条生路。可没想到，却偏偏要自寻死路。我虽目盲，但你们的实力我已经感受得一清二楚。枉费你们4人在五皇五痴2人手下修炼多年，却还不及他们的皮毛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岂能评判我们4人的实力？我配不配？你们等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几位护法大人，请听萧某一言呐。你就是夏州萧家的门主萧猛？难道你要为他求情吗？不，此人虽然有恩于我萧家，但他今日出言不逊，空学武神台的技艺，更假冒至高无上的武神，取计当诛啊！还废什么话？今日乃是我萧家的比武招亲，也是小女萧月的良辰吉日。若是让其命丧当场，恐有不及呀！还不如让4位大人将其带到武神台，再做处置。今日之事，皆是因你萧家而起，你还没有资格跟我们谈任何条件。若是不想你们萧家满门受到牵连，那就让你的女儿用无尘剑杀了他，我们武神台便可网开一面，放萧家一条生路。萧月，没听到护法大人的话吗？你去刺他一剑，和这个废物划定界限，不能让他牵连到咱们萧家。无尘剑可是至上神剑，即便他功力再高，又岂能受得住这神剑之威？可若不刺这一剑，萧家定然会被武神台牵连，说不定会有覆灭之灾。我该怎么办？没想到武神台4大护法竟会为难一个女孩。现在可不是我们在为难他，而是萧家要与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将死之人划清界限。我们只是给他提供一个机会而已。萧月，你还不动手？你想拿萧家上百条性命开玩笑吗？当年你助我萧家破除受伤，可如今我不能置萧家全族的性命于不顾。无论如何，你不该与武神台为敌。为敌？武神台乃我一手创立，你为何就是不信我是武神？够了！看来你的执念和妄想已经根深蒂固了。休怪我！你为何不躲？躲？为何要躲？我堂堂武神之躯，胜你一剑又何妨？你什么人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我眼睛为什么又能看见了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既然被我伤到都能不死？哪里来的小丫头？什么死不死的？你爸妈呢？没人管你啊！小丫头，我可有700岁了，你给我礼貌点。我没工夫跟你瞎掰扯。我怎么记得我被萧月刺了一刀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因为是我把你拉入这剑肘灵境的。剑肘灵境？不错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剑灵，我便是无尘剑的本体。不愧是天下第一剑，竟然还有剑灵寄宿于剑体之内。那是自然，自九州分崩，八荒重塑，我无尘剑上斩昏庸无道，下斩恶棍们。我若称着这世间第2神剑，便无人敢称第1。你还拽上了？说吧，把我拽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？我怎么了？你是第一个被我刺中而不死的人，这让我很没面子。就因为这个呀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？你少在这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说，你是不是穿了什么防身护甲？没有。那就是持剑伤你的人武功平平。也不是，她呀可是被称为5界巅峰的女子。那一定没有刺中你的要害。也不是，刺中我胸膛了，能不叫要害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呀，也不是什么大角色，就是人称武神台之主，武神正是在下。
神。如假包换。前清在东海，凭一己之力击败黑极双煞。不错。幽兰岛仅凭一人击败灵峰12怪毫发无损。不错。糊涂山仅凭一人击败海州3万大军。不是我的事情，你怎么调查的这么清楚啊？武神大人，我是您的头号粉丝，武神大人在上，请受剑灵一拜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赶紧把我送出这剑主迷境。请武神大人与我签订一契，我愿垂死在你左右。签约灵契，那我可就要永远做你主人了。你可降？愿垂随武神大人，赴汤蹈火，绝无后悔。神剑认主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跟吴晨剑签订了灵契！我们一起上，有信还对付不了他一个毛头小子。武神台4大护法拜见五皇五赤2位大人。武神台掌旗使拜见五皇五赤2位大人。下周萧家门主萧猛拜见五皇五赤2位大人。拜见五皇五赤2位大人。禀2位大人，此狂徒罗战冒充武神大人，毁我武神台声誉，并口出狂言，大逆不道，偷学我武神台绝技，简直是无耻至极，还望2位大人从重发落。大哥，谁允许你们站起来了？罗大人，为什么？身为五皇弟子，学艺不精，当罚；身为4大护法之首，不懂管束，当罚；身为武神台弟子，不识真神，更当罚。不识真神？难道你们俩可算是来？武神台纯阳殿主武皇，武神台知音殿主武赤，拜见武神大人。武神，他真的是武神，他真是武神。武神台4大护法有眼无珠，不识武神，还请武神大人降罪。武神台掌旗使有眼无珠，不识武神，还请武神大人从轻发落呀！他竟真是武神！哎呀，真是该死，我太糊涂了！武界至高至尊武神，竟然和我萧家有婚约呀！我竟然浑然不知道。现在知道降罪了，现在知道从轻发落。刚才的嚣张气焰去哪儿了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入了武神台就能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，就能在下周横行霸道。五皇五赤听令，属下在。武神台掌旗使横行霸道，嚣张跋扈，仗势欺人，乱用诛仙令，自此逐出武神台，永不再用。武神大人，武神大人，属下知错了，属下真的知错了，武神大人，武神大人饶命啊！武神台4大护法为武皇，武持帐下亲传，却不勤修武道，横行霸道。今日便废你们内力，流放宁远塔3年思过。多谢武神大人开恩。你们自己动手吧。下周萧家门主萧猛有眼无珠，不识武神，愿遵照旧约，将小女萧月嫁给武神大人为妻。遵照旧约，10年前我自毁双目，助你们萧家破煞，你不提旧约。今日这比武招亲，我镇压群雄，你依旧不提旧约。我说我是武神，你说我信口雌黄，到现在了，你才说遵照旧约，是不是太迟了？大人，萧某一时糊涂，请大人宽恕在下，不识真神之罪呀！若大人愿娶萧月，我也将整个萧家双手奉上。
你们萧家在夏州的确有一席之地，若不是武神大人抬举你们，你们一文不值。重吉时的萧家被武神驳了婚事，恐怕在夏州武界没有立足之地了呀！要怪就怪这个萧家主有眼不识真神喽！罗真，我有话想说。放肆！武神大人的名讳可是你随便叫的。无妨，萧月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现在就说。萧家未能兑现当年的婚约，是萧家之过。如今你已贵为武神，萧家也无颜高攀。不过，我萧月愿从此追随相伴于你的左右，不报当年破煞之恩。既然如此，你便留在我身边，待我拜会完苏家、方家之后，婚事再做定。恭送武神大人，恭送武神大人，武神大人。夏州方家以财经冠绝于夏州，世代经商，凭巨额资产立于夏州一方。即便是我武神台的诸多吃穿用度、人员开销，也要仰仗着夏州方家。不错，这方家也因此看不上我等武道之人，而方家之女方琳才貌出众，被称为至极凌云，追求者数不胜数。大人此番前去认婚一事，想必困难重重。我倒要看看这方家可曾还记得我帮助他们破寿煞一事，看看他们还想不想认下这门婚事。对了，大人，我曾与夏州镇才侯有些交情，可将镇才侯引荐给大人。大人在方家地界如有需帮助，尽可让镇才侯相助。此事你们无需费心。我观察夏州苏家上空有黑云聚集之象，我拜会方家之后，下一站便会是苏家，到时候怕是会有大事发生。你们回武神台早做准备，到时候随时等我指属下遵令。财神殿镇财侯参见财神大人。我从财神殿出关许久，财神殿事务打理的如何呀？这九州之财物10有8分来自于夏州，而夏州之财物10有9分来自于我财神殿掌。你接下来要去的夏州方家，在明良世家中属于首屈一指，不过与我们财神殿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这些年财神殿事务有劳你大力，若他们方家认可这一门婚事，我便再推一推，助他们方家成为夏州第一顶流世家。大人，这情况不容乐观。据我所知，方家刚刚与金地集团的马家签署了婚姻联谊，你们的婚约，我想他大概已经抛到脑后了。竟有此事，此事就交给我再想去。只要财神殿出手，他方家在夏州的所有业务都将彻底消失。不足半个月，他在夏州的所有财物都将荡然无存。不急，我会亲自去方家一趟，到时候我随时叫你，你出现即可。是。夏州方家，我就最后再给你们一个机会。马上，今天可是你和那夏州方家的联谊宴，今日过后，我是不是就见不到你了？就是，马上你就是方你的老公了，我们如何能和那至极凌云的奇女子相提并论呀？哎呀，怎么还吃醋了2个小美人？我跟那个方林只不过是逢场作戏，还不知道方家想得到我们马氏集团的帮助吗？放心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们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我们可真是舍不得你呢。放心，以后呢，1、3、5晚上归你，2、4、6晚上归你。那还有一天呢？难不成你要陪风林不成？怎么能呢？那天当然是用来休息啊，要不然这身体吃不消啊。老板，这边就是今日方家联谊宴的地方了，你们可以下车了。哎，2个美人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就回。哎，你在这等我，等会儿给我们送回去，你给3倍的钱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可能等不了你。10倍，不就是钱吗？我有的是。大哥，这真不是钱的事儿，主要是我今天也是顺路来参加夏州方家的联谊宴。你说什么？
你给我站！你个臭代驾！要不是老子司机今天闹肚子，能轮到你这种脏东西给老子开车吗？不识抬举！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？这个穷鬼说他也是来参加方家宴会的。没错没错，这大白天的说什么胡话呀，简直笑死！你没听错，我就是来参加今天方家联谊宴的，而且我能来也是给他们方家一个机会。你是发烧把脑子烧糊涂了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呀、装逼装到老子面前来了！呀，马上你看，他是个瞎子，我们刚刚可是对着他开的车来的。天哪，这不谋财害命吗？马上身份尊贵，怎么能受这种屈辱？我虽木毛不假，但我没有能够安全把你们送到地方。刚才这一路上，我开的难道不够稳吗？开的稳怎么了？谁让你开那么稳的啊？老子最讨厌稳了！哎呀，马少，你看他那个嚣张的样子！你个臭代驾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？啊，在下周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就是得罪了马少，那死定了。你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！现在跪下，给我磕头认错，我就原谅你。马老板，这又不是什么逢年过节的，你行如此大礼，我收不起。再说了，您身份尊贵，您这一跪，我可担不起。谁他妈不长眼睛，敢撞我呢？啊，这位小姐你好，我是经济集团少主马无德。您刚才这一撞，把我撞的是，哎呦，小鹿乱撞一样。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我是不是也得给马少下跪磕头赔不是了？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看您这穿着打扮，怎么说也是名流世家，怎么能跟这臭代驾相提并论？咱们才是一类人。我跟你们可不是一类人。有个性，我喜欢和那些只会风尘妩媚的女子比，就是不一样。我喜欢。听闻马少今天是来方家参加联谊宴的，不知这些话，那方家大小姐方云听了会作何感想？听到又怎么样啊？都说这极其聪明的女子长得都不太好看，我和她方家联姻，那就是逢场作戏罢了。方林小姐，老一说宴会就要开始了，让你马上过去呢。什么？你就是方林？马无德，我看方家跟金地集团的联姻就此作罢了。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呀？你我两家联姻，那就可谓是天作之合，和尚加和，和尚再和。放开我！你知道，你彻底点燃了我心里那团火，我想那团火烧得更旺。你等，你给我过来！你不是火大吗？那我给你消消火。好冷！你放开，我坐。你个臭小子，你知不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啊？才让你不得好死，你快给我等着！我的文签，咱们一会儿见啊！刚才多谢你，不过得罪了马无德，这下周你恐怕是待不下去了。这里有500万，若是不胡乱挥霍的话，你这辈子也够花。方小姐被称为至极凌云，赚500万也就区区几分钟的事情，区区500万就想打发我？下周方家本就在商界内首屈一指的，如今再和家大业大的马氏集团联姻，可真是如鱼得水呀！是啊，如今偌大的下周，恐怕很难再有世家能超越方家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是这天外有天，若是那传说中的财神殿在下周搅动了风云，那这些世家名流皆是浮云呐。哎，你瞧，那便是方家之女方林吧？方林小姐真不愧是下周的至极凌云呐，真是才貌双佳呀！那还用说，方林小姐可是一己之力将方家整个财富翻了几倍，真乃方家之幸，也是我们下周之幸啊！爸，那马无德是多么恶心的人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为什么我要跟这种人联姻？你是不知道现在多少人觊觎我们方家的地位，只有跟金地集团联姻，我们方家地位才能稳如磐石。你就委屈一下吧。
其实我已经有意中人了。你休要糊弄，你的意中人在哪儿啊？我的意中人就是他。什么？就那个叫花子？谁让你进来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像你这种最底层的项目也会出现在这里？底层垃圾！我一听你说这话呀，就知道你就是方家的一条看门狗。你除了会汪汪乱叫，你还会做些什么呢？还他妈敢骂我！这个臭瞎子！今天啊，可是方家的大日子，容不得你这种下等货在这里捣乱。我要是没听错的话，刚才你们方家大小姐说我是她意中人，你就是这么跟你方家未来夫婿说话的？这么远的距离，他是怎么听见的？这狗东西！你竟然敢拿方小姐的名誉开玩笑！马氏技能少主保不得的。我当是谁这么嚣张狂妄？原来是你这个臭代驾！哎，马少，你也认识他？刚刚在外边，他当众调戏我的未婚妻方小姐。今日呢，我要好好教训他。上！想动他，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这怎么又来个女的？这小子还他妈挺有女人缘。这是下周5届巅峰萧家长女萧月。5届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说了，要一直跟在你身边，自然是要寸步不离。旁边那位就是至极凌云方林吧？你小子艳福不浅呢。敢打我的人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敢动我马氏集团的人，今天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，你信不信？这位姑娘，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，你就是下周5届萧家之女武道巅峰萧月是吧？不错，是我。咱们下周5届和下周财界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知你今日大闹我方家宴会，用意何在啊？我对你们方家的什么狗屁宴会一点都不感兴趣，但是你动了我在意的人，那就不行。你在意的人就是这个废物？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把你们方家的房子拆了，劈了烧火。现在5届之人真是太过分了，完全不把我们财界放在眼里。就是5届粗野之辈，我财界名流从未放在眼里。你们可知他是谁呀？他可是当今武神台之主，堂堂的武神。哎，小妞儿，你说这个看不见的废物是你们武神台之主，我们下周的镇国重器、天下无敌的武神。他呀，这欺负我们没见过武神，就他这副德行，顶多就是武神台一个扫厕所的呀。武神台可不招没用的瞎子。萧家姑娘，你不会是被骗了吧？就他这副德行，顶多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，又来打我们方林的主意。你可真是可笑，堂堂的武神台之主，岂会看上你的女？够了！别说他不是武神，即便他是真武神，我们方家也不会放在眼里。想当年修建武神台，也是我们方家出的巨资。这些年5届大小开销用度都是由我们财界支持。若是没有我们出资，你们这些武士恐怕要大街小巷去要饭了吧？没错，5届那帮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废物，也是时候知道到底是谁该低头。方门主，我今日来不是来惹事的，而是要与您方家叙旧。笑话！我们方家和你这种人有什么可叙旧的？方门主，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你们下周财界以诚信为天，而你下周方家罔顾当年之约，失信失诚，还何以于这下周立足啊？满口胡言！我方家行商数百年，从来都是承先立后，从未有过失信于人之事。你如此污蔑，是何用意啊？那方门主可还记得10年前方家老门主登玄机门一事？10年前，玄机门，你说受煞？没错。当年若不是借我一双天眼破除受煞，你们下周3家武道巅峰至极凌云绝媚无双，都活不过18岁。是你，
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。而你们方家老门主曾许诺，待到方家之女年过18，便按照婚约嫁与我罗战。王门主，此事是否属实啊？确有此事。那我今天按约而至，而你方家却与另一家联姻，并设此业。王门主，你这难道不是失信，不是失宠？方林愿遵约嫁你。住口！不许多嘴！且不说你目盲，就说你现在的身份，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娶我们方家的掌上明珠啊？哼！即便你是真武神，只不过是一介莽夫，你有什么能力带给方家亿万资产吗？你有什么能力让方家在下州成为顶级世家吗？你看这穷鬼，浑身上下连1000块钱都拿不出来吧，还想跟我抢方林？你什么档次？你有这个实力吗？你面前这位就是金地集团的少公马无德，其父马奎曾为财神殿效力，如今更是坐拥100亿资产，岂是你这种人能企及的？那个叫马奎的与那财神殿的镇财侯相比是如何呀？大胆！镇财侯的名字也是你能提的？镇财侯贵为财神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尊，怎么能有人跟镇财侯相提并论？既是不如镇财侯，那个马奎也不怎么样啊！敢侮辱我父亲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？是谁敢惹死的胆大妄为啊？真当我马氏集团没人了吗？父亲，就这个瞎子，敢在这里公然和我们金地集团争！来人呐，把大门给我关严实！今天要是让他平安从这里走出去，我马奎就不用在下州混了。马总，身份查到了，姓名罗战，下州职业代驾，前几日出现在下州萧家，被证实为武神台武神。武神？他真是武神？即便你是武神又能怎样？世人都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道理。在这个地方，只认财不认武功，这里不是你一介莽夫的竞技场，在我们眼里，你也只有下跪的份儿。马总远道而来，方某招待不周，没有必要跟这种人置气。快入座，咱们的联谊宴照常进行。不急，此番前来呢，特意给方门主略备厚礼，还请笑纳。这是镇国四宝，方门主好眼力啊！这正是镇国四宝，财神殿传说中的镇国四宝，竟然在你手中！你个废物，你笑什么？镇国四宝，那可是当年我哄骗西域王储编造出来的东西。哦呦，你可是真是煞费苦心啊，把我随口一说的东西都给造出来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真正的财神殿至宝都是由熬金打造。你敢不敢将宝贝打碎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熬金造的？我看你就是在故意找茬！这些宝物哪个不是价值连城啊？岂有你在这里信口雌黄！今日且让你们开开眼，看看真正的财神殿至宝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琉璃七圣宝？怎么会啊？他一个武神，怎么会有财神殿的琉璃七圣宝呢？这不可能啊！一定是他凭借着自己是武神的身份，到我们财神殿强取豪夺了琉璃七圣宝。是啊，方门主，这等赃物您可不能收啊！我看你们马家的东西，才更像是假的。臭小子，就算你这琉璃七圣宝是真的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不会因为你送我这些宝物，就把方林嫁给你。现在只有马家、方家强行联手，才能撑起下州的天。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既然你们看不上这宝贝，那我便将这宝贝赠于下州萧家。罗战，他们这群人是非不分，黑白不明，你何必跟他们浪费口舌？不急，我就是要看看这帮人的真实嘴脸。你是武神殿的至尊武神又能怎样？你拿来琉璃七圣宝又当如何？今日之宴，唯有验明资产，
符合条件才有资格站在这里。廖氏集团廖宏伟身价7000万，霍氏集团霍海身价1亿5千万，陆氏集团陆广身价2亿，名下有多辆豪车游艇。我马氏集团不才，在下镇资产将近20亿，并且名下还有私人医院、机场、豪华酒店若干。罗大武臣，说说吧，你有多少钞票，多少股票，又有多少房产呢？我们武界向来以清贫寡欲自居，财力自然不能和你们财界相比。你们这样是存心刁难人。吴帮，那我请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的资产若在你们之上，就便有资格留在这里呢？在我等之上，少在这痴人说梦了。你一个莽夫，一个匹夫，更是个瞎子。趁现在赶紧滚！依我看呢，不如花点小钱把他的武神台给买下来，让他给我做牛做马，端茶倒水，岂不痛快？笑吧，尽管笑，否则的话呀，一会儿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少说废话，武神大人，你的资产在哪儿呢？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呢！你现在不就是站在我的资产之上吗？你长这双眼睛，还真是够浪费啊！什么？这样不听，这栋大楼……哎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你就看他这穷三样，就这座大厦的一间厕所，这也买不起啊！哎，你们看，新闻上说，今日一个隐形富豪全款买下下周正在举办联谊宴的天豪大厦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天豪大厦，估值至少20个亿以上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着？如今你们所站的地方，这座天豪大厦已经被我罗战收入囊中。那请问我现在有资格留在这里了吗？那又如何？我和方林的婚事，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就算这座大厦是你的，你也改变不了。这座天豪大厦我还真就没放在眼里。我看今日我与方林小姐有缘，便将这天豪大厦赠于方林小姐。这天豪大厦竟然真的归到我名下了！你究竟是何人呢？我看你不止瞎，你他妈还傻！这价值不菲的天豪大厦，说送就送，我看你是蠢吧？啊！现在他连最后剩下的底牌都没了，现在我看他怎么收场！拿下天豪大厦，想必如今1分钱都不剩了吧？底牌？你们真就以为区区一座天豪大厦就配成为我的底牌了吗？接着说，我就不信了，区区一个武神，在我们财界能把天翻过来？没错，你的拳头再硬，也敌不过这金山银山；你的招式再快，也快不过这股票的涨停跌落。武神台又怎么能比得上高高在上的财神殿呢？不过就是只会成匹夫之勇的东西，我看他都不知道还有财神殿这种至高无上的存在。区区一个财神殿，让你们说的神乎其神的，真是好笑。罗战，切不可对财神殿无礼。那位财神大人，即便是整个财界，都是不敢得罪的存在。那如果我说，只要我愿意，便可以让你方家成为这下州众名流世家之首，如何？什么？笑话！你一个武神，打架出汗的三流货色，还敢在财界说如此狂妄之言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方林小姐凭着才智，才让方家跻身世界名流之列，就凭你，还世界名流之首？这个，我与那财神殿镇财侯相识多年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一句话，他不得不照办。是什么人胆敢在这里口无遮拦呢？什么样的垃圾如此猖狂？秦爷，这位是我们财神殿的守门人秦爷。不知道秦爷亲临我方家宴会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勿怪。马氏集团总裁马奎见过秦爷，廖氏集团廖宏伟见过秦爷，霍氏集团霍海见过秦爷，陆氏集团陆广见过秦爷，见过秦爷。今天这里很热闹啊，下周的名流世家几乎都到齐，怎么还有5阶的人？秦爷，这个叫罗战的
自称自己是武神，根本不把我们财界甚至财神殿放在眼里。他还说和镇财侯很熟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什么武神还和镇财侯相熟？不错。笑，镇财侯何等人物？他老人家得财神真传，手掌夏州的财脉，岂能和你这种货色为伍？没错，秦爷都来了，你居然还敢在这里放屁！一个只会逞口舌之快的垃圾。如果你真有这种实力，就让我亲眼看看，否则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先拿你们开刀。下周的廖氏集团、霍氏集团、陆氏集团立刻去办。少在这里装模作样的，我都要看看像你这种下人的垃圾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啊！你若是现在给我们在座的财界众人磕头认错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既往不咎。毕竟武神给我们下跪，我们还是很想体验的。我们公司集团股价没有任何征兆的大跌，集团所有资产被冻结，不动产全部被查封，马上面临破产。你再说一遍，非集团停止了我们集团所有的合作，所有货物全部滞销。这3家都是下周数一数二的上市集团，怎么会顷刻间遭此变故？看来这罗战的确有点本事。这3家财力不逊于我们方家，竟然会沦落至此，难道真是财神殿出手干预了？不过是巧合罢了。若是财神殿出手干预，我又怎会不知？商战沉浮都在谈笑间，有些变故很正常。但是这个罗战胡言乱语，大家都要轻信的。身为这财神殿的守门人，你擅离职守，却借着财神殿之威在这里作威作福，你可知罪啊？在这偌大的夏州，还没人敢跟秦爷这么说话。不知死活，真是不知道财神殿的厉害，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过我今天心情好，你跪下，给我磕3个头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原谅？那你觉得财神殿能原谅你吗？镇财侯能原谅你吗？我能原谅你吗？好，有胆量。不过可惜呀，今天你即便是武神，也走不出去了。这是营销军，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公用军，也是价格最昂贵的公用军。这些人平均每个人的年薪都超过1个亿，不愧是财神殿。好，一个财神殿的守门人都能雇得起这天价的营销军了。罗战，你快走，这可是战无不胜的营销军，你们没有胜算的。想走？现在未免太迟了些。今天我就让你这个武神葬身于此，今后你们武界便会向我财界俯首称臣。财神大人说不定会给我记大功一件。你想的倒挺美，不过你真的以为就凭这些营销军就能困得住我？纵然你是武神，身手再高，面对营销军，你又能坚持多久啊？我劝你可考虑清楚，在我面前舞枪弄棒的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。罗战，你快走，这里我帮你挡着。父亲，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吗？罗战他绝非寻常之人，现在我们应该帮他。他得罪的是财神殿，现在又面对着营销军，这事儿不是你我能左右的。姓罗的，你不武神吗？你不很狂吗？这回我看看你死多难看！连财神殿都敢，死得其所。林将军，听我指令，准备射击。让我来。有人要来了，射击。这2个人就是武神台的武痴和武皇。属下来迟。望大人恕罪。既然武神台的人都到了，那就一起送他们上路吧。武皇武痴听令，目标营销军一个不留。是。
你这营销军也不过如此嘛。我掌握的财产足以调动上万军队，即便是踏平你武神台，也不费吹灰之力。你有如此本事，留在财神殿，真是屈才了。财神殿守门人拜见镇财侯大人、公主大人，八方来财，机遇满堂。财界方家门主方启瑜拜见镇财侯大人，祝大人八方来财，机遇满堂。马氏家族马奎拜见镇财侯大人，恭祝大人八方来财，机遇满堂。拜见镇财侯大人，恭祝大人八方来财，机遇满堂。禀镇财侯大人，此人名为罗战，据传是5界莽夫武神，今日在此猖狂叫嚣，肆意妄为。这，秦爷所言极是啊！今日本是犬子和方家小姐联姻圣地，但是此人意图挑唆财界与5界的争斗，其心可诛啊！对，大人，这个人不请自来，跟我们方家一点关系没有，还请大人明鉴。你们一个个好大的胆子，敢对武神大人如此不敬！武神，在我财界只认财神，不认武神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此叫嚣！哼，地位不如我们财界一条狗。营销军听令，给我打！哎呀！财神殿镇财侯拜见财神大人，恭祝大人八方来财，机遇满堂。我没看错吧？镇财侯大人竟然给他下跪！财神，他竟然是财神，他是武神，又是财神，双神一身，千年难遇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恕属下管教不周，一个区区的财神殿守门人，竟然敢对大人这样无礼，还请大人多多责罚。疯了！镇财侯他疯了，他在胡说八道，他怎么可能是财神？住嘴！此时此刻，你还不知罪？认罪？让我给这个瞎子认罪，痴心妄想！喂，马上给我派遣5万营销军精锐，给我包围下周方家会场，一个不留。今后我秦爷就是财神殿的财神。姓秦的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你难道不知道你已经被财神殿除名了？现在还想连累我们营销军吗？自己找死，无药可救。财神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不知天高地厚，求你给我个机会，放我一马。财神殿有你这等败类作威作福，实属下周之不幸，财界之不幸，财神殿之不幸。今日起，将此人逐出财神殿，流放漠北，终生不得踏入下周。不要啊！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你放我一马，给我次机会啊！给我次机会！给我次机会！不要啊！不知大人既是武神，又是财神，今双神于一身，亘古未见呐！马氏家族多有得罪，还望大人高抬贵手。这些年你马氏集团赚得盆满钵满，你以为财神殿不知道你这些黑心收入是怎么来的？大人，我马奎，这犬子马无德，愿终生侍奉大人，还望大人饶我们一命啊！就凭你，也配侍奉财神大人？今日起，马氏集团所有不法收入全部由财神殿收缴，并将马氏集团于下周世家中除名，若有再犯，绝不饶恕。财神大人，
还请恕罪。财神大人，还请恕罪呀！财神大人，下周所有世家名流，自今日起需谨记：生财有道，若再未有一己私欲、肆意妄为之人，我财神殿绝不饶恕。你真的是财神，看来我没有猜错。唉，世间之寂寞，莫过于无敌。你们又怎么能体会啊？财神大人在上，还请恕方某有眼无珠之罪。我下周方家愿履行当初誓言，将小女嫁与财神大人。见到人家双神一身，现在又肯嫁女了，哼，你可真是不害臊。哎，你们萧家也不是如此。依我看，半斤八两，一丘之貉。当年多亏财神大人助我方家破除寿煞，才有了方林如今至极凌云的名号，也有了方家如今的辉煌。还请财神大人不计前嫌，迎娶方林为妻。若是方门主刚才有如此态度，我罗战自然没有二话。不过前日财神大人还对我说，想让我助你们方家一臂之力，一跃成为下周财界的第一世家，而你却不识真神，想毁掉婚约。如此的不识抬举，又怎么配与财神大人联姻呢？没错，你们方家不识好歹。如今罗大人乃是双神一体，哪怕是不娶你们方家之女又如何？哎，廖氏集团掌上明珠廖梅愿嫁与大人，霍氏集团掌上明珠霍小玉愿嫁与大人，陆氏集团掌上明珠陆雪愿嫁与大人。这群随风党，财界这群人真是枉称名流。罗战说的对，当年他为3大世家破煞，如今还有苏家之女未见，婚事应当见过苏秦再做定夺。不愧是至极凌云，竟能如此明白我心意。既然这样，那方小姐之后的苏家之行便随我一起吧。苏家所处夏州边境，与多个外国接壤。夏州的苏家因其地理位置独特，便承担起了外交之重任。大人，过几日这夏州苏家要举办万国大会，苏家之女苏晴被称为绝美无双，过几日好像会露面。我看言过其实了今日我观夏州苏家上空有黑云蔽日之象，恐怕此行有所凶险。这样，郑才侯、武黄、武之，你们先去前行打探。是。此行夏州苏家必定会有所凶险，不如你们二人还是回家去，这样我还能放心些。我可是武道巅峰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如果我在的话，还能帮得上忙。而且你可是堂堂的武神，有你在，我有何惧？既是险途，同样也是磨练。你也需要有人在身边给你出谋划策，我方林自然也不会退缩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们二人便随我一起启程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你们先行出发，与郑才侯他们先行会合，我随后就到。我的绝美无双为武器，的确是有些神秘。属下龙尊拜见大人。无需多礼，这些年你在边境运筹帷幄，辛苦你了。龙尊分内之事有劳大人挂念了。大人自从助夏州3家破寿煞已多年有余，目虽忙，但最近您精修武道、财道，现在已是武神、财神于一身，只是不知道您是否成功晋升天君之道。这些年我从不见到普修如何晋升天君之道，却始终无果。不过最近我观察，夏州苏家上方有边缘聚集，遮天蔽日，如此看来，晋升天君之机缘便在此。黑云蔽日也是风云难测之象，大人这次君临苏家，也必是一场大风大浪。就算这次是龙潭虎穴，恐怕也躲不过去。属下随时恭候大人调遣。我已经让武痴、武皇、郑才侯去打了前战，不过他们3个人的实力还是无法和你相提并论。这次苏家之险，还是少不了你们帮助。大人对属下恩重如山，
这次大人入舒家，我一定拼尽全力助大人一臂之力，早日入天君之道。把我车停到停车场，我给你100块钱的小费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也是来参加万国大会的啊，自己的事儿自己做。你们下周真的是灭人了，一个下次救人都能做代驾，还说自己是来参加万国大会的。听着，万国大会是我们下周自己的盛会，无论我是什么人，是何身份，能否参加，都轮不上你一个外邦人指手画脚。小子，你听好，我位于英邦的王子，像你这种低贱的身份，在我国家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话，我劝你立刻下跪，给我道歉。什么？英邦？动物园吗？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什么人敢在万国大会门前吵闹？约翰王子，没想到您的高贵的身份，亲自来参加万国大会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苏管家，我对今年的万国大会极其失望，竟然什么卑贱的人都能出在这里。你们有没有把我的国家放在眼里？你们有没有把万国来宾放在眼里？就是你这个废物得罪了约翰王子。没想到你们下周的治理真是一塌糊涂，这样重大的乘客竟然什么垃圾都能来。听到了吗？呸，个垃圾！别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！外邦贵客，岂是你这样的废物能够得罪的吗？你身为下州之人，却处处为了一个嚣张跋扈的外邦人说话，你们下州苏家的气节和身份都让你丢尽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品头论足的权利吗？能够参加万国大会，便是显世上奇士异宝才能参加的。没错，我今日特地从我的国家带来了十分昂贵的宝物。这竟是传说中的星空之戒，约翰先生，您不愧是王子，随便一出手，拿出来的就是传世珍宝。这星空之戒是在我的国度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，我们国度的王室还有很多的宝物。我想这种低贱的废物，连生存都是问题，别说能拿出什么宝物了。约翰先生说的对，是我们苏家管理不善，竟然让这种低贱的货混到这里，脏了您约翰先生的双眼。对不起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。班长，我以为跨进你们下州苏家有多难呢，没想到就是拿这种廉价低档之物就能跨进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一点都不屑于进。大言不惭，双目失明，怎么能看得到是星空之戒？又怎么能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？不错，像你这样的贱民，即便是一文票，也不及这戒指的1/10。上一个和他这么说话的人，下场可是很惨。有的时候，无知可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。这两位是下州的武道巅峰萧小姐，至极凌云方小姐，他们竟甘愿屈身于这个废物的左右。当世第一神剑吴晨剑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什么当世第一神剑，一把平平无奇的破剑而已。约翰王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是我们下州第一神剑，剑一出鞘，划地破天，震海潮生，的确比您的星空之剑要珍贵的很多。胡说八道！如果你这把剑这么厉害，就在我身上砍一剑，你若伤不了我，只是你证明你的剑和你一样都是垃圾。你可想清楚了，无尘剑一出鞘就可不是伤你这么简单了，这代价你担得起。少废话，我看你这种废物根本没这个胆量。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
哈哈哈，你的剑和你的人一样，都是垃圾。3、2、1。你再说一遍，这不可能，国家亡了，不可能，我们的国力欠上，怎么会忘？我这一剑斩你100年国运，正所谓一剑霜寒14周。听说这夏州苏家之女苏秦被称为绝美无双，是当今世界第一美女。你们可有人见过这第一美女的真容啊？这绝美无双，别说是见一面，就是听过她那夜莺般的声音，都是人生中一大幸事。苏秦小姐，我手中有资产100亿，豪车、游艇、邮轮、飞机不计其数，并且在全球有数家上市公司，顶级豪宅数量过百。不知能不能一睹苏小姐的真容啊？在我的国家，我拥有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军队，拥有着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各种资源，拥有如此绝对的权力和实力。我想，苏青小姐没理由不见面吧？金钱、权力，这些在科技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如今我在星际之中拥有卫星数千，星际空间站数10座。如果苏小姐愿意，我可以直接送给你一颗恒星，就以苏青小姐的名字来命名。不知苏小姐可愿赏脸一见？玄机山巅，破木除煞，10年之约，恍如隔世。是你，是你，绝美无双，人如其名。没想到这世间真有如此绝美的女子。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苏小姐是因为我才现身的，我就是今天的天选之子。这位先生，我虽然很不想打击你，不过苏晴小姐并不是为了你才出现。这不可能，还有谁有这样的本事让苏小姐以真容相见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她的身份应该是夏州的一个代驾。看看她的眼睛，居然是一个瞎子。就这样一个吃糠咽菜、不值一提的废物，你们觉得他会让苏小姐以真容相见吗？他呸！是啊，此事绝对不可能。我家的阿猫阿狗过得都比这种人要好。是哪个不长眼的把外面的代驾带起这里来？当今天的大会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吗？说了这么多废话，摆在眼前的事实你们看不到，你们长着眼睛还真是多余啊！就让我来给你们解释解释，也让你们知道我究竟是何身份。多年前，夏州3大家族5界萧家、财界方家以及边境苏家3家因受煞袭扰，3家之女活不过18岁。当时唯有我师父玄机老人借我一双神眼，才了结此煞，所以今日才有了3家之地位。3家盟誓，待3家之女长成之时，便嫁与我为妻。不错，我便是5界巅峰萧月。旁边这位是至极凌云方林，罗战所言确有其事。什么？苏家小姐竟多年前已有婚约？若不是当年他用双眼作为代价，今日便不会有我苏晴。我愿那桩婚事今日不做终老。苏门主，此言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字面意思。苏门主这是要执意悔婚喽？当年上玄机山乃家父所去，名义上是为我苏家破煞，可谁又知道是否真有这煞气？还是说是你们玄机山当年为了哄骗我们3大家族的一面之词？好你个苏深，不认这门婚事也就罢了，还如此血口喷人，不念恩情。恩情？你看看眼前这万国大会，再看看我苏家如今这一呼百应的实力，你们所谓的恩情根本不值一提。我会在这万国来使之中
择优选婿，他根本没有资格。没错，像苏小姐这样的绝世佳人，理应嫁给我们这种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。当初你用一双狗眼帮助到苏家，那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。没话说了就赶快滚吧，耽误了这万国大会的如期召开，这个责任你负不起。今日这万国大会，缺了谁都可以，唯独缺了我罗战不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想好好活着，就把头低下，把腰弯下，双腿跪下做人。苏门主，如若我说的没错，你们苏家有一件无价之宝，但此物现在不在你苏家，你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并且你也不知道此物会何时出现，是不是啊？此事是龙尊大人告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既然你想知道此事，那我罗战可有留在这里的资格。罢了，我便答应你暂留大会。不过，当年婚约之事，你莫要再做非分之想。今天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发誓你走不出这里。我看你若再不离开的话，今天走不出去这里的是你。你这废物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！5、4、3。苏门主，我没说错吧？这便是你们苏家的无价之宝。原来这传说中的圣物灵石，竟命中注定是我苏家之物。苏门主，你真以为就凭你们苏家能镇住这石中之物？今日你们苏家悔婚，那这石中之物，我罗战必取之。灵石现世，福则天至。若是能拿到那石中之物，便可无敌于9州之内。如此憾事之物，想尽办法也要将其收入囊中。这灵石落入我苏家，便是苏家之物。你个弃婿也敢打这灵石的主意？这世上除了我罗战，再也没有人能取走这石中之物。大言不惭，我倒要试试，这有何难？灵石近在眼前，堂堂苏家门主竟然取不走这灵石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既然他苏神取不走这灵石，那就别怪我们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不能错过。我都说了，这世上除了我罗战，再也没有人能取走这石中之物，你们非要自讨苦吃。这是昆仑神玉。你竟如此轻松从灵石之中取出昆仑神玉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既然你们苏家已经悔婚，那我是何人，要做何事，都与你们苏家无关。昆仑神玉几百年前落入夏州，才让夏州100年后在世界立于巅峰。没想到现在竟又在夏州现世。昆仑神玉中蕴含着掌握世界的能量，今日现世，万邦有目共睹，你们夏州休想独占。没错，把昆仑神玉交出来！你们这群狼子野心之徒，昆仑神玉乃是正式神器，若是落入你们手中，必定会天下大乱。我夏州国人昌盛，治下有方，拥有昆仑神玉乃是众望所归。区区一块昆仑神玉，我就不信凭借我国之雄厚财力，我还搞不定一块石头。只要我动动手指，我就买下你们整个苏家，或者我直接买下你们整个夏州。我看谁敢如此猖狂！财神殿镇财侯拜见财神大人。他是财神，那要不你试试买下我财神殿如何？还有哪国不服？尽管可以站出来和我财神殿比比实力。您既然贵为财神，为何不早亮明身份？身份？
在你苏家门主眼里，是不是曾经的誓约和现在您看中人的身份不值一提？即便你是财神，今天若不把昆仑神域留下，你也休想走出大门。不错，区区一个财神，不足为惧。今日你若是死在这里，财神殿数不尽的财富，我们几国平分，岂不是美事一桩？就凭你们两个歪瓜裂枣，也敢如此放肆？小美人，别心急，等他死了，你也是我们的，包括苏家的苏秦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今天多亏这次来做足了准备，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国家最强的杀手组织邪魅的厉害。拜见武神大人。武神、财神双神一身。若你们还敢有人对武神大人不敬，武神台必诛之。若还有人敢觊觎本尊手上这块昆仑神玉，大可上前一步，让本尊看看你们列国还有没有这个胆子。没想到此次万国大会竟然惊动了25国前来，看来今天这是石破天惊之日。米国半神敖氏，英国半神梅之子，黑国半神艾博，梆子国半神朴永烈，妖国半神沙一。25国都出手了，看来这次不能掉以轻心了。双神一身，也不枉我5国半神来此一趟。在我还没有发怒之前，把昆仑神域留下。你5国在世界上横行霸道数年，今日也是时候算算账。今日你们是生是死，就看你们是强是弱。沙野，你还不出手？郑才豪，郑才豪，卑鄙！退下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为了达到目的，我们可以不择手段。现在我们控制了吾皇和吾赤，就如同废了你2个臂膀。就算你是双神如一身又如何？我们几个人联手，你该如何应对？你们夏国境外现有我们5国100万军队，只要我们5半神一声令下，他们便会长驱直入。你们这小小夏州，瞬间就会荡然无存。你还在等什么？此时还不俯首称臣？难道还要连累我们整个外邦人，给你们整个夏州陪葬吗？螳臂当车，自取灭亡。你这个不知时务的瞎子，当真是要害死我们！不把昆仑神域交出来，今天谁也走不了。你当真有把握能过我这关？你真的觉得我没有提前准备？既然你找死，那我们就收嘞，送你一程。3千州，天下间，若以多欺少，恃强凌弱，我必登门拜拜，灭其道。龙尊，他怎会来此？难道他也是来抢夺昆仑神域的？此人实力远超于我，切勿出手。龙尊拜见天尊大人，天尊大人千秋万载，一统九天。龙尊，你实力不在我之下，以后这些礼节就免了。是，双神一身，还是尊者之中的顶级强者天尊。我竟然把一桩能让我苏家逆天改命的婚事给毁了，我糊涂了！连龙尊都给他下跪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显而易见，他们若是联手，我们5个根本就不是对手。5国半神，
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些年我太过放纵你们了，导致你们似乎都忘了这天有多高，这地有多厚。梆子国朴永烈，鬼迷心窍，冒犯龙尊大人、天尊大人，跪请原谅。美国本事傲视，冒犯龙尊大人、天尊大人，跪请原谅。黑国办事爱护，冒犯龙尊大人、天尊大人，跪请原谅。英国办事没职责，冒犯龙尊大人、天尊大人，跪请原谅。妖国办事杀意，冒犯龙尊大人、天尊大人，跪请原谅。你们五国多年来横行霸道、野蛮暴力、恃强凌弱、阴险狡诈，今日还公然想抢夺我手上这块昆仑神玉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市。今日便借龙尊之手，废你们五国半神之身，还世间一个公道。看来苏家上空黑云蔽日，皆是因此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好，是魔君。这一觉睡得够久，是时候出来活动活动了。看来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。你借五国半神身上的憎恨、贪婪、杀戮、愤怒、自私，重回人间。我觉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武神、财神、双神之行集于一身，没有天尊之力。哼，不过可惜了，为了救这帮蝼蚁，把自己弄成了瞎子。看来魔君对我手上这块昆仑神玉也甚是感兴趣。其实我更感兴趣，你的资质可以说是世间不可多得的。只要你愿意追随，我不仅让你重见光明，还能让你成为这世间真正的神。魔君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不过抱歉，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呀，还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代驾对我比较有吸引。要死谁死？我想你该清楚，这世间除了天君，没有谁比你我靠。而我清楚，你一直苦于突破，成为天君，可最终是没有成功。既然你不愿意追随我，那么今天你就和这万国大会里的人永远的留在这儿吧。伯爵，这是你我二人之事，与旁人无关。你若想了，我罗战一人留下来陪你，奉陪到底。死到临头还有心思管其他人的死，有趣儿！哈哈哈哈哈！武界巅峰，至极凌云，绝美无双。没想到今天都到齐了，哈哈，正好可以成为我练功的药引子。尤其是这位绝美无双，这样的极品死了实在可惜。不如你来释放本君，那本君就可以考虑考虑放这小子一马。今日若无晋升天君的机遇，这劫难怕是真难应付。今日你若是放过其他人，我愿任凭你处置。你我虽未履行婚约，但你也曾是我罗战的女人。记住，这普天之下，除了我，没人能碰。看来今天是没得商量了。好，你想怎么死，我满足你。是生是死，尚未可知。既身负天命，当镇压一切世间之敌。没想到武神殿也是如此不堪一击，哼，真是一塌糊涂。龙子，待会我与魔女交手之际，你把所有人都安全带离出去。大人，那可是魔君，我们没有机会的。除非你突破天君之道，我们才有希望破局。大人，我倒可以为您做最后一件事情。
大人，您是我们一切的希望。这是龙尊就要用兵劫，为我拯救世界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对不起。龙尊还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，不过区区缓兵之计，又能奈我何？他受伤了，我们快跑！你以为你们跑得了吗？外面有我3万魔军，此时离开，只会死得更快。你想救他们，那我便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你若是愿意自绝神脉，沦为一个废物，那我便可以答应，在场无关之人，我不取他们性命。这可是最后的机会，片刻后我恢复了功力，就连这最后的机会也没有。不可！如果自绝神脉的话，那这些年你苦心研修的武神、财神之身便会消逝，天尊之力也会荡然无存。没错，一旦自绝神脉，就连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。不要相信他，此举无异于自杀，绝对不可以。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要所有人陪你一起死吗？看你照他说的做，不要连累我们其他人。自绝神脉，自绝神脉！哈哈哈哈哈！有趣，这场面实在太有趣。这就是你刚才拼死拼命要保护的。你看看他们，好像完全不在乎。那我便自绝神脉。你别忘了你说过的话。你放心，我魔君绝不食言。哈哈哈哈哈！还真是听话。你还真是见过最愚蠢的，双神一身，愿天尊之力加持，还有一丝机会与我一战，可惜现在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你放开他！看来他们3个还很在乎你。你放心，你死之后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们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怎么回到这里了？还变成了小时候的样子，而且我的眼睛能看见了。刘三，师傅，你又偷懒了？师傅，你还好吗？我好想念你。哼，说这么肉麻的话，这可不像你啊。师傅，我败了，你留我在这里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败了。住口！难道你忘了我在玄机门是如何教诲你们的吗？在这里，不许说失败，不许提放弃，更不能像个懦夫一样活着啊！你要学会自己站起来。师傅，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罗战去哪儿了？当初那个万事都要争第一的罗战去哪儿了？当初那个即使到最后一刻也不服输的罗战去哪儿了？可是师傅，我一定很努力了呀！这些年我研修武道、财道，修炼成武神、财神、双神于一身，最后还晋升了天尊之道。武神、财神、天尊，怎么很值得骄傲吗？此后我十分努力研修天君之道，可苦于不得要领，时过境迁，最终也没能成为天君之道。师傅，我不喝茶，你知道的，我只喝水。水就在你旁边。可是杯里已经有茶了呀。茶水太多，自然就装不下水。水满则溢，倒掉不就好了吗？
水满则溢。师傅，我懂了。哦，你真懂了？如今我不再是武神，也不再是财神，也不再是天尊，可我初心不改，这就是晋升天君的绝佳机缘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为师也该休息了，你还是回你该去的地方。罗战，拜别师尊。没想到你这废人生命力还挺顽强的，你这3个红颜知己倒是刚练好，正好你没死，你帮我劝劝他，乖乖顺从，不要争吵。哎呀，后生魔君啊，你可真丑啊！我怎么恢复视力之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啊？你怎么能看得到？幸亏我没死，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3个未婚妻怎么这么好看。够了，赶紧把昆仑神域交给我，我保证会让你这个废人舒舒服服的死，不让你受半点苦。交他是吗？给我。慧界之梦，你竟然晋升为天君了！既知我是天君，还不跪下求饶？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已经自绝神脉，成为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废人，怎么可能转瞬之间成为天君呢？刚刚是你动的手，是我的，又怎么？你成为天君又如何？你就算是试着至高无上的天，我也要把你撕出个口子来！区区蝼蚁敢与天争？你真以为你赢了吗？天界之外，我还有魔师，我还有数万魔军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眼前的一切都会化成灰烬。多谢提醒。舒服，一身轻松。没想到做天君这么爽。怎么？哎，想学啊？我教你。下州苏家门主苏生拜见天君大人。拜见天君。拜见天君大人！拜见天君大人！哎，你们可就不必了，怪尴尬的。请天君大人斩杀魔君，以绝后患，还天下太平。请天君大人斩杀魔君，以绝后患，还天下太平。大势已去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当有一天这天被葬掉，这地被消亡，一切永世万物不存，能有一个熟悉的敌人，还是一种幸事。罢了，如今你的实力早已不足为惧，更没有资格死在我这剑下。你不杀我？今日我暂且放过你，如果你敢以后再为非作歹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多谢天君，我定然痛改前非，从此不再为祸人间。今日之后，我便帮助您修建天君殿，从此长半年的左右，盛评驱使。
喂，三只眼，现在我们3个可都站在这里了，你到底想娶谁呀？小姐姐，才刚刚尘埃落定，你别给她太大压力嘛。这怕是啊，真给他出难题了。2位姐姐，一位是5阶巅峰，一位是至极凌云，论美貌啊，都绝不输给我这个绝美无双。他呀，怕是真不知道怎么选了。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英雄难过美人关了。他整个二郎神造型，有意思。老板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去新落成的那个天君殿。天君殿，我正好也去那儿，咱们这不是顺路了吗？你去天君殿做什么？这说来也是烦恼。今天下周的3大家族非让我从武道巅峰、至极凌云、绝美无双之中选出来一个娶了，你说我娶谁合适呢？我没听错吧？就凭你，还想娶3大家族之女？我看你是爽剧看多了吧？年轻人要懂得脚踏实地，不要整天做遥不可及的白日梦。行，那您坐好，咱们出发了。老板，你不在停车场等我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恭迎天君大人。请天君大人接受婚书。这个季度的增长率和成交额对比上个季度有所下滑，在座的各位需要认真检讨一下自己的工作状态。下个月，我希望在这间办公室中，能在排行榜前列看到各位的名字，而不是再次发生这次这种状况。好了，散会吧。怎么还不走？还有什么事儿？你怎么还是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啊？那我的财神殿以后可是交给你来管。你那偌大一个财神殿，我一个小女子哪能掌握得了啊？那你就赶紧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，到时候让他去掌管财神殿，咱们俩远走高飞，吃到老。吃到了，玩到了。